上面这些关于中国的议题，对美国政府来说，是叫做一头雾水，一团烂麻，再加个一筹莫展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这一期的话题是美国对华政策即将陷入混乱。乌克兰战争打到今天，它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已经一步步体现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。因为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问题，所以美国的气焰很嚣张，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反复要求中国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，还出动飞机军舰到中国沿海周边挑衅。但是国外有许多专家认为，美国在面对中国处理与中国有关问题的时候却是相当的棘手和麻烦。首先说乌克兰战争，现在的情况是俄乌双方打成了焦灼，美国呢还在下大力的添油煽风，组织军援，打算在乌克兰的西部后方建立预备队，准备反击俄军。最近的消息，在美国的鼓动下，波兰国防部发布了动员令，准备出兵乌克兰夺占乌克兰西部地区。很多人担心呢，如果俄军在前线顶不住了，可能会动用更猛烈的手段，比如说完全切断对欧洲的能源供应，直接轰炸北约的军援车队、军援路线，甚至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。美国出于其本性是一定要让俄罗斯垮台，让欧洲不那么抱团。但是制裁是把双刃剑，来自俄罗斯的大宗商品供应中断，金融制裁、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禁令，以及地缘政治的动荡，已经带来了粮食和能源价格的飙升，包括美国在内，遭遇了40年来都没有见过的涨价潮。美国的商品零售价涨幅早就让民众接受不了了，欧洲的物价要是再控制不住，民众就要上街了。德国天然气的价格同比上涨了 256%， 法国的电价上涨了 400%。 就在刚刚过去的5亿节，大批的法国人走上巴黎街头，这是发达国家的情景。在那些经济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呢，粮食和能源价格的上涨立刻就会带来社会动荡，老百姓吃不起饭呢，他才不管美国制裁俄罗斯是不是政治正确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告诉他们，就是因为美国制造矛盾引发战争，让俄罗斯和乌克兰这2个国家都无法再出口粮食了，那可以想象这些人的怒火会冲着谁去。美国现在对中国是无可奈何，中国不肯站队跟风制裁俄罗斯，美国发起的制裁阵线就出现了一个大缺口，就无法彻底的将俄罗斯扼杀。所以美国上下最近一直在讨论呢，是不是连同中国一起制裁了算呢？顺手把中国的外汇储备、海外资产统统没收，这样还能给美国财政填窟窿啊。但是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一算账，发现这么做好像不太行。先不说中国会不会发脾气，要彻底的跟美国死磕，就是中国不给你美国做生意了，没有了中国的平价商品，美国的大小商场、超市恐怕都要唱空城计。因为受疫情的影响，美国从别的国家采购不到这么大批量、这么多品类的商品，中国也不用顾及竞争力的问题，反正就是不降价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美国加征多少关税，通通由你美国人自己买单。所以呢，美国现在考虑的不是制裁中国的问题，而是要取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，先把自己的这个物价上涨控制住。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5月2号表示，为了解决不断上升的通胀率，所有的工具呢都摆在台面上，包括降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。这就让人感到不习惯呢。美国到底制裁不制裁中国呢？根据拜登政府的计划，6月到9月呢要审查特朗普政府以来的关税政策，该调整的调整，该取消的取消。我们估计美国可能会免除一大批中国产品的关税，但同时它也会提高一部分所谓敏感商品的关税。美国造不出来的，必须从中国进口的，可能会降关税。美国能找到替代进口的，那是要继续加征关税的。但是从中美贸易的具体的品目看，降关税的产品会是大部分，加关税的没有多少。也就是说，持续了好几年的贸易战呢，美国政府自己打不下去，要找台阶下去了。当然了，美国绝不会就这样轻易的放弃打压中国经济的企图。有迹象表明，美国政府可能会在夏末发布行政命令，不肯遵守美国金融监管要求的中国企业必须从美国退市。美国还要进一步的加强对新兴和基础技术的管控，利用对俄制裁的机制和其他西方国家协调技术出口管制，要阻止中国得到与集成电路制造相关的技术。但是
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在诸多的领域是深度交联，完全切割又岂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呢？上面这些关于中国的议题，对美国政府来说是叫做一头雾水，一团乱麻，再加个一筹莫展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